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今天给大家讲一本刚出版不久的新书，叫做《马斯克逻辑》，副标题是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不知道对于马斯克这个人啊，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个困惑？那就是怎么哪都有他呢？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他搞了 PayPal，后来呢又跑去造电动车，还同时造火箭。然后今天 AI 崛起了，我们回头一看，发现马斯克竟然就是 OpenAI 的创始人之一。今天你打开手机刷的推特是他的，明天你去看科技前沿新闻，那个要把芯片植入到人脑里搞脑机接口的，要让机器人进场拧螺丝的还是他。这些东西好像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他们相互之间挨着吗？马斯克手里这至少7、8摊生意，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本马斯克逻辑呢，就大体上回答清楚了这个问题。这本书说啊，马斯克的这一大堆生意，其实用一个很简洁的框架来观察的话，就可以看清楚其中的逻辑和联系。这个框架呢，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当然这个说法本身很古老，但是在这本书的语境之下呢，作者其实是用它来构建了一套解码创新规律的操作系统。书里的天时呢，指的是历史的宏大浪潮，我们正处在哪一个技术革命的节点上，这股浪潮的本质又是什么？这就是天时。而地利呢，指的是产业的选择，你站在了浪潮之巅，那你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片海域去冲浪呢？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人和呢，指的是实现的路径，有了对未来的洞察，我们又该如何一步一步的把它变为现实呢？这是人和要解答的问题。你看懂了马斯克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你就看懂了马斯克构建他这一套商业版图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实际上也是所有追逐科技浪潮的创业家、企业家、创新者都应该遵循的一套底层的逻辑。那提出这个观察的，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海银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王玉泉。王玉泉老师啊，不但是中国的顶尖的一个投资人也是一位对商业逻辑、对于科技趋势有非常强的洞察力的思想者。他既有真金白银参与到科技和商业创新浪潮的第一手经验，也有学者一样的深入洞察。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王玉泉老师的东西啊。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跟随王玉泉老师的视角去看一看马斯克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马斯克的天时。想要理解马斯克现在正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浪潮之上我们可以先退一步，我们可以先回头去看一看几个世纪之前的那一场工业革命。我们通常都认为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物是詹姆斯·瓦特因为他发明了蒸汽机嘛。但是王玉泉老师在书里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读。首先呢，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他只是极大的改良了纽可门蒸汽机，提升了它的效率。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瓦特这一生当中他的工厂总共只生产了500台纯手工打造的蒸汽机。这当然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但是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引发一场社会革命。那么工业革命真正的引爆点是什么呢？王玉泉老师认为是规模化应用。书里提到了另外2位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物，理查德·阿克莱特和亨利·福特。阿克莱特呢，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才是真正的工业革命之父。他的贡献不在于发明了某一台机器，而在于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工厂系统。他把纺纱机、舒棉机这些本来零散的各自为政的设备给整合进了一个连续化、自动化的生产体系里。他实现了纺织业从家庭手工作坊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这个飞跃。也就是说呢，是阿克莱特把瓦特发明的这个新的动力系统和一系列的生产机器给整合在了一起，开创了规模化生产这种新的工业形态，这才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而把这个逻辑推向极致的呢，那就是亨利·福特了。福特同样没有发明汽车，但是他发明了流水线，这种模式创新的威力才是具有颠覆性的。福特的流水线把一辆汽车的生产时间从700多个小时压缩到了很惊人的 12.5 个小时。福特的那个非常经典的 T 型车价格一度降到了$360，这仅仅是相当于当时的一个普通工人3个月的薪水。正是这种极致的规模化，才让汽车这个曾经的奢侈品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从而才彻底改变了我们人类的出行方式和社会结构。手搓汽车搓出再高级的，那也只是富人多了一个玩具而已，那是引不起革命的，只有规模化才可以。
这也就是理解马斯克逻辑的第一个基石，那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不是技术的发明本身，而是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和应用。历史真正奖励的往往不是那个最早提出概念的科学家，或者是第一个把那个初始的原型做出来的发明家，而是那个第一个实现了规模化应用的模式创新者。马斯克其实就非常好的继承了这个工业革命的精髓。他不是电池的发明者，他也不是火箭发动机的发明者，他的天才是在于像福特改造汽车行业一样，用他那种非常极致的工程师的思维，对电动车和火箭的整个生产制造体系进行了脱胎换骨的重构，最终就实现了成本的指数级下降和产品的规模化普及。好，那理解了规模化，我们再往下分析，眼下的这个科技浪潮里，马斯克想要规模化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规模化生产，让每个人都能够用上标准化的工业品，那我们所处的这一场数字革命，它的核心又是什么呢？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很有洞察力的答案，那就是规模化服务。这一回要被规模化的不再只是生产，而是服务。我们过去10几年、20几年经历的互联网发展，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个特征。最开始呢是个人电脑 PC 互联网时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内容网络。它的核心呢是把书籍、文章、图片、视频这些内容给数字化，实现了信息获取的规模化。比如说那个时代兴起的维基百科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让全人类的知识可以被无限的复制和免费获取。然后呢是接下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就是智能手机时代。这个时代的互联网呢可以称为行动网络。智能手机成了我们身体的一种延伸，它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更是一个数据采集器。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购物偏好、我们的社交关系，这些东西都被记录了下来。这就相当于是把全人类的日常行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数字化和规模化的收集。这就是所谓的人类行为的数据化，它为后来的算法和智能服务提供了最宝贵的燃料。于是我们就进入了算法推荐的时代。互联网上各种个性化的推荐和服务，借由算法就可以大规模的普及、大规模的铺开了。那最后呢，就是目前这个风口浪尖的人工智能时代了，也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这个网络可以称之为服务网络。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前面2个时代积累的那些海量的内容和行为数据，去训练一个可以规模化的复制人类专家经验的系统。我觉得这是王玉泉老师一个非常精辟的观察和总结。想一想，过去顶级的那些医生、律师、理财顾问、教师，他们的服务为什么那么贵呢？是因为他们的经验是稀缺的，他们的服务半径是有限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打破这样的一个瓶颈。一个顶级的 AI 医生，他的经验是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他可以同时服务全球数十亿人，而且可以做到7×24个小时在线，而且与此同时还极度的个性化，而且成本还趋近于零。规模化的去复制人类专家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对于 AI 商业前景的一个非常犀利又非常务实的观察。这也就是我们正处在的这个时代最宏大的一个天时，那就是实现专家级服务的普惠化。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够瞬间看懂马斯克所有商业布局的底层逻辑。比如说特斯拉表面上是在卖车，但是它的本质呢，是在利用全球行驶的车辆去搜集海量的真实世界的行驶数据，来训练一个终极的 AI 司机，最终提供规模化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也就是要让专家级老司机的服务普惠化。还有 SpaceX 的星链，表面是发射卫星，它的本质呢是构建一个能够覆盖全球的通信服务网络，让未来的 AI 服务能够无缝的覆盖全球。他创立的 XAI 目标是打造一个能够提供顶级智能服务的 AI 大脑。看出来没有，马斯克目前最重心的这些事业，都是在为这个即将到来的专家级服务普惠化的时代构建基础设施。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从规模化生产到规模化服务的这个伟大转折，并且把自己放在了这个浪潮的最前沿。那理解了时代的这个宏大的浪潮，也就是天时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看第2个关键因素，地利。
在马斯克逻辑这本书里，地利指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实现天时赋予你的那个历史使命，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产业领域来切入，是你关于产业领域的战略选择。为什么在那么多的新兴技术里，马斯克偏偏选择了电动车、商业航天和人工智能呢？他做出这些选择的依据是什么？王玉泉老师在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能力边界。看出一项技术的能力边界，这是一个科技企业家必备的核心能力。所谓的能力边界呢，就是一项技术在理论上能够达到的性能极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关注的不是一项技术当下的表现有多好，而是它在可见的将来潜力有多大，在这个可见的未来，它的天花板有多高。我们可以回到特斯拉的起点，用这个概念来做一次复盘。在21世纪初，当马斯克第一次接触到电动车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嘛。电池续航只有几十公里，充电非常的不方便，成本非常高昂。而当时的那些燃油车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技术已经是高度成熟了，燃油车的性能非常可靠，加油网络也遍布全球。如果你只看当下的话，那投资电动车当然是不理智的。但是马斯克看到的是燃油车技术和电动车技术完全不同的能力边界。马斯克洞察到内燃机的能量转化效率已经是接近它的物理极限了。经过100多年无数的车厂、无数的工程师的性能调优，它的进步空间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这种技术的话，已经到达它能力边界的天花板了。而电动车的核心，也就是电池技术和电动机呢，虽然当下性能很不怎么样，但是它理论上的能力边界却远超内燃机。电动机的能量转化效率可以高达 90% 以上，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能够瞬间提供非常强大的扭矩。而电池的能量密度有点类似于遵循摩尔定律那样的规律，它的性能和成本的优化速度是指数级的。所以呢，马斯克当时的判断是，燃油车是一个已经走到生命末期的技术，而电动车是一个刚刚处在起点的技术。尽管起点很低，但是它的未来不可限量。正是基于对于能力边界的洞察，他才敢于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在这个领域下重注。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贯穿了他的很多商业决策。比如说他选择商业航天，是因为他看到了传统的那种一次性的火箭能力边界极低，成本非常高昂。但是物理定律其实允许火箭回收复用，这背后是数量级的成本降低空间。再比如说他投身到了脑机接口这个领域，他创办了 Neuralink， 其实根源上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人类自身的能力边界。我们人类的大脑思考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手指来打字，通过我们的嘴巴说话，这样的输入输出带宽实在是太低了，人类智能的效率完全被这一点给卡死了，这才是限制文明发展的一个终极瓶颈。而马斯克的 Neuralink 呢，就是要把人类输出智能的效率推到它的能力边界。你看马斯克选择的几乎都是这种眼前很不成熟，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有巨大的能力边界可以拓展的产业。当然选择一个有巨大的能力边界的产业还不够，你还需要一个能够让技术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生态系统。创新从来不是独行侠的游戏，这也是地利这个因素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方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2004年的时候，为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著名的那个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举办了一场公开的自动驾驶挑战赛。这场比赛的规则很简单那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沙漠里设置了一条140多英里长的赛道，谁的无人车能够第一个跑完全程，谁就能够拿到100万美元的奖金。那第一届比赛呢，结果是惨不忍睹，最厉害的队伍也只跑了 7.5 英里，没有一辆车完赛。是后面我忘了第几届比赛才最终有人完赛的。但就是这样一场一开始非常失败的比赛，却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点燃了整个领域的创新热情。它吸引了像是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这些顶级学术机构的参与。更加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比如说今天自动驾驶领域的核心传感器激光雷达，生产它的领先企业威力登的技术，就是在这次比赛的需求驱动之下诞生的。在这个比赛后来结束之后谷歌就迅速的把获胜团队的核心成员招到了他们麾下，开启了后来那个非常著名的 Waymo 自动驾驶项目。
这个项目今天还在运行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可以说是用一场比赛凭空创造了一个包含人才、包含技术和资本的全新产业生态。搞出产业生态这个地利啊，远比搞出一家可能成功的公司要重要的多。这就是为什么 DARPA 没有去资助一家特定的公司，而是用比赛来激励很多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马斯克在 SpaceX 的创业过程里也很巧妙地利用了生态的力量。他看到了可回收火箭的巨大的那个能力边界，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独自承担全部的研发成本和风险。这个时候呢，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扮演起了类似 DARPA 的那个角色，在他那里有一套完整的生态啊。NASA 通过它的商业航天员计划和商业货运服务这样的一些合同，成为了 SpaceX 早期最重要、最可靠的客户。NASA 的订单为 SpaceX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现金流，让它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发射失败的边缘活了下来，最终把火箭回收这样一个今天看起来仍然非常科幻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所以呢，我们看到地利的选择包含着双重智慧。第一重呢是技术层面的，要选择一个能力边界足够高的领域；第二重呢是生态层面的，要选择一个能够借助外力，或者是你有能力亲手建构起一个繁荣生态的那样的一个战场。那我们已经讨论了天时和地利，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关键环节，人和。这里的人和不仅仅是别人来和你这个企业家，不仅仅是指团队管理，也不仅仅是指企业家的人脉，它其实也包括这个企业家自己，这个创新者他自己的一些素质和能力。这指的就是你有没有一套能够把这个宏大的愿景转化成具体产品的那样一套可执行的方法论。人和不光是别人来和你，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与技术和，与工程和。如果说前面的天时和地利是战略层面的，是一种战略层面的洞察，那么人和呢，就是战术层面的了，是关于你怎么样把那些洞察给实现，给落地。首先呢，人和当然是关于这个企业家、这个创新者他的影响力的。我们要知道，任何伟大的创新在起点的时候看起来都是很疯狂的。那要启动一个高风险、高难度的项目，创始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让身边的那些人相信这件事情真的能够成。所以呢，一个要在科技浪潮的最前沿冲浪的一个科技企业家，必须要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精神力量，那就是现实扭曲立场。这个词是非常著名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用来形容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就是说你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的违背常理，但是你也有能力让你周围的人都相信你这个愿景能够实现。这里面包括一些顶级的工程师，一些苛刻的投资人，一些挑剔的媒体。乔布斯就具有这种能力马斯克同样具备。无论是说服工程师们离开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加入他那个连一枚火箭都没有成功发射过的 SpaceX， 还是让几十万用户在没有看到真车的情况下就为 Model 3支付定金，这些都是现实扭曲立场在起作用。现实扭曲立场的作用甚至已经变成了硅谷的一种文化，叫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也就是先假装你做出来了，直到你真的成功的把它做出来了。这一招实际上源远流长比如说书里提到，发明大王爱迪生在没能够实现灯泡量产的时候，就提前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已经成功了，以此来抢占市场先机，锁定投资和公众的信心，然后再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去真的攻克这个量产的难题。特斯拉的 Model 3的发布也是一个这样的经典案例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特斯拉的工厂还远没有具备大规模生产 Model 3的能力，特斯拉就开放了 Model 3的预订并且获得了几十万份订单。这个举动在财务和工程上都是风险非常大的，但是在战略上呢，它却是一步妙棋，因为它向整个市场、供应链和投资者都发出了一个无比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未来已经到来，需求是确定无疑的。这不仅为特斯拉锁定了大量的无息贷款，也就是用户的定金，更加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的使命感，迫使整个公司必须把这个已经被预言的未来真的变成现实。当然光靠先把牛吹出去，那当然是造不出车也造不出火箭的。
当一个项目从0到1启动之后，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从1到100万的这个规模化量产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呢，马斯克展现了他作为一个顶级工程师的那种冷酷和严谨。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人和里边的关于企业家自己的那些素质。他的核心方法论可以概括为2个步骤，那就是任务拆解和性能调优。马斯克的第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任务拆解。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目标，比如说要制造一辆售价3.5万美元、续航500公里的电动车，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分解成无数个独立的子任务，从电池包的设计到电机的绕线方式，到车身的一体化压铸，再到软件的用户界面，每一个环节都被拆解成可以独立优化的模块。它的第2个杀手锏呢是性能调优，对于每一个被拆解出来的子任务进行持续的极致的优化。马斯克有一次在特斯拉的电池日活动上详细展示过这种方法论他说电池设计这里可以优化 5%， 正极材料可以优化 10%， 负极材料优化 5%， 电池与车身一体化结构再优化 7%。 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进步累积起来，最终就构成了整体性能的巨大飞跃和成本的大幅下降。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也是性能调优的典范。SpaceX 并没有发明什么火箭发射的原理层面的新技术，它的成功其实是无数次的工程优化的结果。这里面包括了可以多次重启的点火系统，用于控制火箭姿态的山格舵，用于自主降落的软件算法，还有耐高温的材料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方式， SpaceX 把单次发射的成本降低了高达 70%， 把火箭复用的周转时间缩短到了非常惊人的21天。很多人其实都被马斯克经常爱说的那个什么第一性原理给误导了，觉得马斯克是经常从原理层面去创新的。其实恰恰相反，第一性原理其实只是为任务拆解和工程调优估算出一个可能达到的目标，而逼近这个目标的靠的是无数琐碎的极致的优化。这就是那些科技创新者、科技企业家自身的人和。它指的是一种用顶级的工程师思维来与无数的技术和工程细节来死磕的这么一种能力。当然人和的范畴也不仅包括领导者自身的魅力和能力，它还包括如何构建和维系一个有韧性的合作网络，尤其是在当这个企业家面对冲突和失败的时候。所以呢，人和的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关于人际网络和失败的价值的。我们知道马斯克的职业生涯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他经历的最著名的一次挫折呢，就是 PayPal 时期经历的那场政变。当时呢，马斯克的 X.com 和彼得蒂尔他们创立的 Confinity 合并成了 PayPal。马斯克的愿景呢，原来是打造一个无所不包的互联网银行，但是彼得蒂尔和整个团队他们都觉得应该聚焦于做好支付业务，他们觉得马斯克的愿景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于是呢，由于理念上的冲突，再加上马斯克非常强势的管理风格，董事会就起义了，在马斯克外出度蜜月的时候，把他从 CEO 的位置上赶了下来。这当然是一次非常巨大的背叛和马斯克个人的失败，但是马斯克的处理方式却为他未来的成功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伏笔。他只是短暂的爆发，然后就冷静下来了。他没有选择与彼得蒂尔他们决裂，而是理性的接受了这个结果。他保留了股权，与 PayPal 的团队维持了还不错的关系。这个决定有多关键呢？2022年eBay以15亿美元收购了 PayPal，马斯克从中获得了大约 2.5 亿美元，这笔钱成了他创立 SpaceX 的启动资金。更加戏剧性的一幕是发生在2008年，当时 SpaceX 经历了连续3次火箭发射失败，当时公司账面上的钱只够再发射一次，再发射一次如果失败他们就破产了。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刻，一笔2000万美元的投资成了公司的救命钱，而这笔投资呢，就是来自于彼得蒂尔。当年的政变对手在关键时刻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彼得蒂尔和马斯克这群人后来被媒体叫做 PayPal 黑帮。PayPal 黑帮这样一个在激烈的竞争和内部冲突里淬炼出来的团队，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恩怨的，基于对彼此能力的高度尊重的这样一种强大的人际网络。这样一个由顶尖人才组成的可以信赖的支援网络，为马斯克在他最黑暗的时刻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到这里我们已经解码了马斯克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现在呢，让我们把这一套分析框架应用到他当前的战略布局上，来看看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宏大的未来图景。首先，马斯克现在的天时是什么？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由 AI 支持的专家级服务普惠化时代的黎明。马斯克迎接这一天时的核心就是他创立的 XAI。在王玉泉老师看来XAI 并不是一个看似简单的 AI 领域的追赶者，而是一个旨在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的战略布局。这是因为马斯克当初与 OpenAI 分道扬镳，一个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之间的理念冲突。OpenAI 的内部一直有一股非常强大的超级对齐派，他们极度重视 AI 安全，主张谨慎发展。而马斯克呢，是比较倾向于硅谷非常盛行的有效加速主义的。马斯克这一派认为，应对 AI 风险的最好方式呢，就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出更强大的技术，不要去限制技术的发展，只要保证好人手里的技术永远比坏人手里的好，那就可以了。而创立 XAI 呢，就是马斯克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他的这个有效加速主义的哲学。这才是马斯克眼中银河天时的正确姿势。然后是地利的层面，马斯克判断未来 AI 竞争的护城河将不再是模型本身，而是独特的私有的高质量的数据。OpenAI 和谷歌拥有差不多整个互联网的文本数据，而在王玉泉老师看来呢，马斯克正在构建的是一个围绕物理世界和实时的人类思想的数据帝国。这里边呢，首先就是特斯拉的数据。全球数百万辆特斯拉汽车就像是一个一个移动的传感器，每天都在收集海量的关于真实物理世界的视觉数据。这些数据是训练自动驾驶和通用机器人的无价之宝。然后呢，就是 X， 也就是推特上的数据。X 平台是实时捕捉人类公共意识和思想的思想流。这种数据对于训练一个能够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理解文化和时事的 AI 大模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Grok 的训练里就包含了这样一部分数据。这就是马斯克对于 AI 技术的能力边界的洞察。再来看他的另一家公司 Neuralink。我们前面说过，马斯克识别出了限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终极瓶颈，那就是我们大脑的输入输出带宽太窄了。我们大脑的本身的处理能力是超级强大的，现在的 AI 在很多方面还是比不上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的输入，我们通过眼睛、耳朵输入信息的能力，和我们的输出，我们通过嘴巴、手指来输出我们的信息，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带宽实在是太窄了。这就像是给一台超级计算机配备了一个老掉牙的拨号上网的调制解调器一样。而马斯克的解决方案就是 Neuralink。Neuralink 的目标就是为大脑创建一个高带宽的接口，通过脑机接口来输入和输出信息，一举跨过这个瓶颈。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科幻的想法，其实是建立在相当可靠的一些神经科学的发现之上的。比如书里提到了神经科学家保罗·巴利利塔的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这位科学家通过在盲人的舌头上放置一些电极阵列，就把摄像头捕捉到的视觉信号转化成了触觉信号。当这些盲人带着这个电极阵列，把它一直放在舌头下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盲人的大脑竟然真的能够看见物体，是真的对外部空间的那些视觉信息都有了一种感知。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大脑是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的，它们是可以学习处理全新的数据流的。Neuralink 的终极目标呢，就是实现人与 AI 的共生，构建一种所谓叫做人机异构计算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呢，人类负责创造性的、直觉性的复杂思考，而 AI 作为我们大脑的延伸，负责海量的数据处理和高速运算。这就让人类的智能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最后呢，我们来看擎天柱机器人项目。这是马斯克所有努力的交汇点，是他这个宏大蓝图在物理世界的最终实现。他把 AI 先进硬件和规模化制造能力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这里的天时地利是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而替代那些重复性的危险的人类劳动是其中最大最明确的市场。这个项目也是马斯克方法论的集大成者。擎天柱机器人使用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 AI 作为大脑，进行视觉感知和决策。然后呢，他使用了特斯拉在电池和电机技术上的深厚积累，来打造自己的心脏和肌肉。
最后呢，擎天柱机器人会在特斯拉的超级工厂里生产，会运用上所有他们在 Model 3的量产地域里血战出来的那些制造经验，来实现前所未有的成本控制和生产规模。马斯克预测，未来人形机器人的需求量可能会超过汽车，达到100亿级别。它代表了规模化服务这样的一个时代浪潮的终极形态。这样一个可以被无限复制的，能够在物理世界里执行任务的智能劳动力，会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所以你看啊，马斯克眼前最核心的这些项目，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战略闭环。其中 XAI 负责开发核心的智能，也就是大脑。大脑发育所需的养料来自于特斯拉和 X。擎天柱为这个智能提供了一个与物理世界互动并从中学习的身体，而 Neuralink 为我们人类提供了一个高带宽的接口，让我们人类的大脑跟 AI 这个新物种可以直接的身心合一，建立一种共生关系。这不是几家独立的公司，而是一个完整的面向未来的集成系统。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对马斯克底层逻辑的解析就接近尾声了。总结一下，这本书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创新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魔法，而是一套可以被我们理解、学习和实践的思维框架。成为下一个马斯克的关键，不在于模仿他的个性和脾气，而在于内化他那套操作系统。这套操作系统可以被提炼成一个3步走的思维模型。第一步是看见浪潮，也就是把握天时。首先你要具备宏观的视野，识别出当前所处的技术革命的核心特征。在今天呢，这就意味着要深刻理解我们正从规模化生产全面转向规模化智能化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可以思考一下，在你自己的行业里，什么样的专家级的经验可以被 AI 规模化，从而实现普惠呢？第二步是选择战场，也就是找准地利。你要用能力边界的原则去评估和筛选机会。不要被一项技术当下的不完美所迷惑，而是要问自己，在物理或者逻辑的极限之下，它最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同时呢，要寻找或者创造一个能够让创新萌芽的产业生态，找到你最开始的基础客户，确保自己能够活到技术成熟的那一天。第三步，要修炼人和，在执行层面上要展现出一种二元性，既要有冒险家的勇气、演讲家的热忱，用现实扭曲立场去感召团队、凝聚资源，但与此同时呢，你也要有工程师的那种严谨，你要通过非常细节的任务拆解和性能调优，把你的愿景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而且你要学会在失败中构建韧性，把人际网络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产。那好，马斯克逻辑这本书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